Jerome Powell. 我和我的同事们坚定地致力于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以造福美国人民。总体而言，美国经济表现强劲，并且在过去2年中朝着我们的目标取得了显著进展。劳动力市场状况良好，通货膨胀也已接近我们2%的长期目标，虽然仍有些偏高。为了支持我们的目标，今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维持我们的政策利率不变。我们还做出了技术性决定，以减缓资产负债表规模缩减的速度。在简要回顾经济发展情况后，我将对此做进一步说明。去年第4季度经济活动继续稳步扩张， GDP 增长2.3%。然而，最近的迹象表明，在2024年下半年消费者支出快速增长之后，消费增速有所放缓。家庭和企业的调查显示，对经济前景不确定性的担忧有所加剧。这些情况将如何影响未来的支出和投资，仍有待观察。在我们的经济预测摘要中，多数与会者预计今年 GDP 将增长1.7%，略低于12月份的预测。预计未来2年将增长至略低于2%。劳动力市场方面，情况依然稳固。过去3个月平均每月新增就业岗位20万个，失业率维持在4.1%的低位，并且在过去1年中保持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职位空缺与求职者之间的差距在过去几个月中保持稳定。工资增长速度快于通货膨胀，并且与疫情后的早期复苏阶段相比，工资增长速度更加可持续。总体而言，各项指标表明劳动力市场大体上处于平衡状态。劳动力市场不是造成重大通胀压力的来源。在经济预测摘要中，失业率预测中值为今年年底达到4.4%，未来2年达到4.3%。过去2年通货膨胀已显著缓解，但仍略高于我们2%的长期目标。基于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其他数据的估算显示，截至2月份的12个月内 ，PCE 价格总指数上涨了2.5%，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类别后，核心 PCE 价格指数上涨了2.8%。近期一些短期的通胀预期指标有所上升，我们在市场和基于调查的指标中都看到了这一点。受访者，包括消费者和企业，都提到了关税是驱动因素，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大多数衡量长期预期的指标仍然与我们2%的通胀目标保持一致。在经济预测摘要中，对于 PCE 通胀总额的预测中值是今年2.7%，明年2.2%，略高于12月份的预测。2027年的预测中值达到了我们2%的目标。我们的货币政策行动以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这2大使命为指导，服务于美国人民。在今天的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4.25%到4.5%之间。展望未来，新政府正在4个不同领域实施重大的政策变革，分别是贸易、移民、财政政策和监管。这些政策变化对经济和货币政策路径的净影响至关重要。虽然在某些领域，特别是贸易政策方面，最近出现了一些进展，但这些变化及其对经济前景的影响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分析新信息时，我们专注于从噪音中提取信号，以便更好地理解前景的演变。正如我们在声明中所说，在考虑进一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目标范围的幅度和时间时，委员会将评估新进数据不断变化的前景以及风险的平衡。我们并不需要急于调整我们的政策立场，我们有充分的条件等待更清晰的信号。在我们的经济预测摘要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与会者根据他们各自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写下了他们对联邦基金利率适当路径的个人评估。但鉴于目前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这无疑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预测中值显示，联邦基金利率在今年年底将达到3.9%，明年年底将达到3.4%，与去年12月持平。正如我刚才所说，虽然这些个人预测总会存在不确定性，但目前的不确定性非常之高。当然，这些预测并不是委员会的计划或决定，政策并非预先设定好的。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我们将调整政策立场，以最大程度地促进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目标。如果经济保持强劲，且通胀未能持续向2%的目标靠拢，我们可以维持较长时间的政策约束。如果劳动力市场意外疲软，或通胀下降速度快于预期，我们可以相应的放松政策。我们目前的政策立场能够很好地应对我们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双重目标时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今天的会议上，我们也决定放缓资产负债表的缩减速度。自我们开始缩减资产负债表以来，我们的证券持有量已经减少了超过2万亿美元。虽然市场指标持续表明准备金数量仍然充足，但我们已经看到货币市场趋紧的一些迹象。从4月份开始，国债赎回的月度上限将从250亿美元降至50亿美元，与委员会长期持有美国国债的意图一致。我们保持机构证券的上限不变，这个行动对我们预期的货币政策立场没有影响，并且不应影响中期内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委员会还继续讨论了我们货币政策框架的5年评估。在这次会议上，我们重点讨论了劳动力市场动态和我们的最大就业目标。正如我们所表明的那样，我们的评估将包括与各方的外联和公共活动，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的美联储讲座活动和5月份的研讨会。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将对新的想法和重要的反馈持开放态度。我们将吸取过去5年的经验教训。我们计划在夏季的末尾结束这次评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有2大目标：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我们仍然致力于支持充分就业，使通胀可持续地达到2%的目标，并使长期通胀预期保持稳定。我们能否成功实现这些目标，对所有美国民众至关重要。我们深知我们的行动会影响到全国各地的社区、家庭和企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公共使命。美联储将竭尽所能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目标。谢谢大家，期待你们的提问。我是路透社的海威斯奈德，感谢您抽出时间。关于实际方面，有2个问题，一个是通货膨胀，另一个是 GDP。今年的通胀预期上升有多少是由于关税造成的？既然政策路径保持不变，您是否认为这实际上是一次性的价格水平冲击？好的，有多少是关税的影响？这么说吧。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要精确评估通货膨胀有多少来自关税，有多少来自其他因素，会非常困难。实际上，现在已经是这样。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今年头2个月商品通胀率显著上升，但要追溯到实际的关税增长，考虑到哪些商品被征收关税，哪些没有，非常具有挑战性。所以一部分通胀肯定来自关税，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关税的。我们和其他预测机构将努力寻找最佳方法，将非关税因素导致的通胀与关税导致的通胀区分开来。至于你说的观望问题，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如果通胀会自行消失，不需要我们采取行动，或者说是暂时性的，那么有时采取观望态度是合适的。关税引发的通胀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我认为这取决于关税引发的通胀能否快速消退，以及更长期通胀预期是否稳定，都至关重要。我猜我关注的是未来几年的情况，以及政策路径根本没有改变，未来几年的通货膨胀也没有变化。这是否意味着你们基本上已经认定这里没有信号，而我们又回到了暂时性通胀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基本情况。但就像我说的，我们真的无法确定，我们得看看事情最终会如何发展。我认为变化不大的部分，原因是增长放缓和更高的通货膨胀相互抵消了，而且坦率地说，还有一点惯性。在这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如果要改变某些东西，我认为存在一种惯性。你会说，也许我还是保持现状吧。谢谢，我是纽约时报的科尔比史密斯。您刚才说通胀预期良好锚定，但鉴于某些指标的上升，以及企业、家庭和预测机构所表达的高度不确定性，您对这一评估的信心是否有所改变？关于通胀预期，我们当然会非常仔细地监测各种来源的通胀预期，包括短期、长期、家庭、企业、预测机构以及基于市场的预期。我认为总体情况是这样。短期通胀预期普遍有所上升，填写调查问卷的人也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你看调查方面的数据，稍微长期一点的预期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增长，长期通胀预期基本上是稳定的。例如，如果你看纽约的数据以及基于市场的数据，情况也是一样的。市场上的人在盈亏平衡点中定价，未来一年的通胀率肯定会更高。我们从调查中得知，这与关税有关。但如果你看5年期或5年期远期，你会发现盈亏平衡点要么持平，要么实际上略有下降。尤其是长期盈亏平衡点，所以我们会关注这些，并且会非常仔细地观察所有这些数据。我们不会想当然，稳定的通胀预期是我们框架的核心，但这就是目前的情况。那么，你们对消费者信心调查的恶化有多重视？你最近说这可能不是衡量未来支出的最佳指标，但我很好奇，你认为这种恶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它可能成为实际数据的领先指标？先从实际数据说起。目前来看，实际数据仍然相当稳健，经济增长可能略有放缓，消费者支出也有所放缓，但仍然保持稳健的步伐。失业率为 4.1%， 最近的就业增长也处于健康水平。我们认为通货膨胀已经开始上升，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关税的影响，而且今年可能在进一步进展方面有所延迟。这就是实际数据。总体而言，情况良好。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家庭还是企业，都表现出不确定性的显著上升，以及对下行风险的严重担忧。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点？这才是关键问题。正如我前几天提到的，正如你指出的那样，调查数据和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常紧密。很多时候，人们对经济的评价非常悲观，但之后却跑去买新车。但我们不能确定，这次也会是这样。我们会非常密切地关注实际数据中出现的疲软迹象，这是肯定的。但鉴于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能够很好地应对未来的变化，而且我们认为目前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以更清楚地了解经济的走向。Nick Timmero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我是《华尔街日报》的尼克·蒂梅罗斯。鲍威尔主席、格林斯潘主席曾将价格稳定定义为通货膨胀在一段时间内处于非常低且稳定的水平，以至于它不会实质性地影响家庭和企业的决策。您认为我们今天达到了这种价格稳定吗？当您看到提前购买的心理库存的巨大变化，以及调查显示消费者至少在短期内预期更高的通货膨胀时，您认为家庭和企业是否处于合适的价格水平？我非常喜欢这个定义。事实上，我最近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时也使用了它。我认为，如果人们在日常经济决策和商业活动中不必考虑高通胀的可能性，并且我们知道通胀会有波动，那就是价格稳定。我认为我们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了，但还未达到。一段时间以来，通胀率一直在 2.5% 左右。我认为
由于关税的影响，进一步的进展可能会被推迟。经济预测摘要并没有显示今年通胀会进一步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关税的影响，所以进展被推迟了。但如果你看看我们的预测，我们预计在2026年会回到2%出头的水平，到2027年会降到2%，当然这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认为我们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取得了进展，未来也会继续取得进展。我认为目前的进展可能会被推迟。如果那样的话，为什么2025年的预测有降息呢？所以上次大家写的是2次降息的预期，他们还写了2025年经济增长会从2.1%有意义的下降到1.7%，失业率略有上升，但幅度不大，但核心通胀率上升了0.3个百分点，所以这两者算是相互平衡。因此大家不是所有人，但总的来说写下的数字是相似的，变化没有那么大。但正如我提到的，另一个因素是非常高的不确定性。你会怎么写呢？我的意思是真的很难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目前处于有利位置，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位置，我们可以朝着我们需要的方向前进，但与此同时等待进一步的明确性是非常合适的。当然考虑到经济仍然稳固，这样做的成本非常低。谢谢主席，我是福克斯商业频道的爱德华·劳伦斯。目前失业率接近4%，照理说应该足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就业市场，但我们看到的招聘率仍然停留在2023、2024年的水平，这是怎么回事？是的，劳动力市场一直以来都有这个特点。考虑到人口老龄化，我们的劳动参与率相当高。假设我们能保持相对较高的生产力，工资涨幅也与2%的通胀率相符，而且失业率也与自然失业率非常接近。招聘率很低，但裁员率也很低。如果你看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或裁员情况，你会发现人们并没有失业，而是那些没有工作的人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找到工作。问题是，这种情况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如果我们看到裁员人数显著增加，那么这可能会很快转化为失业，因为现在的招聘市场并不活跃，我们一直在关注这一点，但数据并没有显示这种情况。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低解雇率、低招聘率，而且在过去的6、7、8个月里似乎一直处于平衡状态，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就业岗位的创造也处于健康的水平，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劳动力市场。我们正在非常仔细地观察它。我们是否已经在经济数据中全看到了本届政府新政策的影响？您预计这种情况会何时出现？是劳动力方面吗？在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经济通胀方面，我们是否已开始从数据上看到新政策的影响？我个人认为现在还处于早期阶段，毕竟才过去几个月，对吧？比如现在发生的裁员对相关人员来说肯定意义重大，对特定的社区、地区或区域可能也有意义，但在全国范围内目前还不算显著，但我们无法确定，不知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之后会了解更多。我提到过，你们也看到了，过去2个月，我们已经经历了2次非常显著的商品通胀数据，这非常出乎意料，我认为很难追溯到具体的关税，但肯定与此有关。也许这是噪音，之后会回落，这有可能，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存在，那肯定与人们在关税实施前提前购买商品，或在关税实施前提高价格等因素有关。这类事情确实会发生，而且很难捕捉，因为其中很多都是间接的。举个例子，上一轮关税中，洗衣机被征收关税，价格上涨，但烘干机的价格也上涨了。尽管烘干机并没有被征收关税，所以制造商们只是随大流提高了价格。所以事情的发生非常间接，因此未来几个月将进行大量工作，试图追踪所有这些影响，但最终而言，要看到目前的政策是否对经济数据产生重大影响，还为时过早。
彭博社的克雷格·托雷斯，谢谢鲍威尔主席。您说关税带来的暂时性物价上涨是基本情况，暂时性是基本情况。上次不也是基本情况吗？上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预测，不是也认为通胀会降低吗？难道我们没有吸取教训？物价很快就蔓延到服务业、理发、日托等各个方面了吗？所以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各位委员在降息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今年已经出现过2次了。您说上次是指上次的疫情期间吗？是的，疫情期间。我们可能说的是上次征收关税的时候，当时通货膨胀是暂时的。当然，我们很清楚这一点。如果通胀冲击会自行消失，那么收紧政策就不是正确的做法。因为按照设计，当你产生效果时，你正在降低经济活动和就业。如果不是必须的，你就不想这么做。正如我们所知，实时做出判断是很难的。而且我们很清楚疫情期间通胀的情况，但我们必须将此视为不同的情况，其中有差异，也有相似之处。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我们尚未完全重建真正的价格稳定，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我们还了解到，人们非常不愿意接受物价上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听说企业打算将大部分价格上涨转嫁出去，所以很难说最终会如何。主席先生，感谢您回答我的问题。美联储能够而且必须做的是确保物价上涨不会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我想知道，这是否反映了您在面对物价上涨和经济增长放缓时，认为必须优先处理通货膨胀的看法？你知道我们有2个目标，对吧？我们既要实现充分就业，又要保持物价稳定。我们必须在这2者之间取得平衡。而且，你知道有些情况下这2者可能会存在冲突，对吧？实际上，我们的共识声明中有一项条款说明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对于任何一家央行，当然也包括我们这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情况。因此，我们声明我们会关注这2个指标，分别离目标有多远，然后我们会评估我们认为各自需要多久才能回到目标水平，我们会做出判断。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工具是单向的，我们只能要么收紧要么放松，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情况。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并没有面临这种情况，目前的经济形势完全不是这样，预测也不是这样。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主流预测真正显示出类似这样的重大问题。所以昨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表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高。您认为目前经济放缓是否会增加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或引发您对经济衰退的担忧？谢谢。你知道，出现经济衰退总是有一定概率的。如果回顾过去这些年，任何时候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大概都在1/4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2个月内有1/4的可能性出现衰退。所以问题是，目前的形势是否提高了这种可能性？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做这样的预测。如果你看看外部的预测，预测者们普遍提高了，一些预测者提高了他们对经济衰退可能性的预测，有所上升，但仍处于相对温和的水平，还在传统范围内，因为之前的水平极低。如果你回到2个月前，人们会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极低，所以现在有所上升，但仍然不高。你好，谢谢。我是美联社的克里斯·鲁格伯。正如您所知，我想昨晚川普总统解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2名成员。联邦贸易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这可能会引发关于政府解雇独立人士权利的法律纠纷。如果这些解雇成立，这对美联储的独立性是否构成威胁？它会对美联储理事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吗？我想我之前在这个房间里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我不想改变之前的回答，今天也没有什么新的内容可以补充。好吧，我再想想。正如你所知，我想回到消费者信心上来。
特别是密歇根大学调查中的通胀预期。在2022年夏天，你曾引用该指数中长期通胀预期的上升作为你大幅加息75个点的原因。我知道你现在已经谈论过所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了，你现在似乎没有那么重视它了。所以我想知道你是否不再重视上周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结果，或者说它现在的重要性是否和过去一样。我当时提到过，但我并没有特别看重它。我认为那是一个事后分析，但事实并非如此，那只是一个初步的解读。这次也是一样，而且你提到的密歇根大学的那个长期预期，你知道我们有关注它，我们不会因为不喜欢某个数据就忽略它，我们会强迫自己去关注它。但与基于市场的评估以及其他基于调查的长期通胀预期评估相比，它是一个异常值，所以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我再次强调，我们会关注所有数据，那个数据有点像个异常值，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注意到它。谢谢。华尔街现在担心，如果你说要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净影响，最终可能会等待太久，以至于在应对经济下行时反应滞后。你如何让大家相信？除非你决定先发制人，否则你能够及早发现问题。是的，我们很清楚事态在各个时间段会如何发展，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利用现有工具来实现目标，当然我们会尽量把握时机。目前来看，硬性数据相当可靠，我们当然也了解那些软性情绪数据和高度不确定性，并且正在密切关注这些情况。我们认为现在是等待进一步明确信息，然后再考虑调整政策的好时机。